蝙蝠是一种哺乳动物，它们的身体通常呈椭圆形，由灰色、棕色或黑色的皮毛覆盖。它们的翅膀是由一层薄膜组成，由长长的手臂骨和手指支撑。蝙蝠通常寿命很长，有些品种的寿命可以达到30年以上。一般来说，蝙蝠每年繁殖1次或2次，一次产1到2只幼崽。少数物种的幼崽数目可达到4到6只，但也有些物种只会生产1个幼崽。蝙蝠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够自主飞行的种类，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约5200万年前的古新世时期。研究表明，最早的蝙蝠形态动物化石发现于美国华盛顿州，它们的外形与现代蝙蝠非常相似。据推测，当时的蝙蝠并没有像现代蝙蝠一样完全适应飞行，而是通过在树枝之间滑翔的方式来移动。蝙蝠能够飞行的能力与其独特的身体结构密切相关。蝙蝠的前肢特化为翼，翼膜是由皮肤和肌肉组成的，可以展开、收缩、扭曲和调整形状以控制蝙蝠的飞行。此外，蝙蝠的胸骨具有大的胸骨凹陷，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肌肉产生的力量来扇动翅膀。蝙蝠的骨骼也非常轻盈，这让它们更容易在空中飞行。蝙蝠也是唯一的一种主动进化出夜间活动的哺乳动物。在白天，大多数蝙蝠会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休息和睡觉，通常选择在洞穴、树洞、建筑物和桥梁等地方安身。这些地方能够为它们提供足够的遮蔽和保护。蝙蝠通常在夜间出动的原因是温度低的夜晚可以让蝙蝠更省力地飞行觅食，同时也有助于蝙蝠避免竞争和捕食者。它们的视力不如其他动物，但蝙蝠可以利用回声定位、生物声学定位技术，通过发出的高频超声波来探测周围环境。当这些声波从障碍物反射回蝙蝠的耳朵时，会提供有关其形状、方向、距离、速度和其他特征的信息。蝙蝠可以分析声波后构建一个准确的图像，从而判断自己的位置和距离，以及发现食物和障碍物。蝙蝠的听觉系统非常灵敏，能在纳秒级别的时间内检测到声波的反射。大量的神经元和灵敏的毛细胞可以接收并处理高频声波。蝙蝠还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调整声波的频率和强度，以优化其听觉系统的性能。蝙蝠的听声辨位能力不仅提高其适应性，还为人类在声学雷达和无线电通信等领域中有所贡献。蝙蝠耐热性也很高，40摄氏度的体温下仍然能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蝙蝠的呼吸系统高度适应飞行，能够在飞行过程中保持氧气供应。它们可以控制昆虫数量，对于农业和林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蝙蝠也是花粉传播者，有助于植物的繁殖。尽管蝙蝠在一些文化中被视为不吉利的生物，但它们对人类有着重要的医学价值。蝙蝠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可以抵御多种疾病。此外，研究人员正在利用蝙蝠的生物学特性，探索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然而，栖息地的破坏、野生动物交易和疾病传播都对蝙蝠的数量和分布不利。有一些蝙蝠种类是以血液为食的，被称为吸血蝙蝠，但吸血蝙蝠并不会吸人血。吸血蝙蝠主要以野生动物的血液为食，如牛、羊、鹿等。它们使用特殊的牙齿来刺穿动物的皮肤，然后用唾液帮助吸取血液。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蝙蝠是以昆虫、水果、花蜜和小型脊椎动物为食的，而不是吸血的。因此，人们不应当把所有的蝙蝠都看作是吸血动物。最大的蝙蝠是马来大胡蝠，学名为 Pteropus vampirus。它们通常被称为水狸蝠，因为它们具有类似于雕的面部特征。马来大胡蝠身长可达40厘米，翼展可达 1.8 米，体重可达 1.1 公斤。马来大胡蝠的身体被覆盖着密集的棕色或黑色皮毛，眼睛大而圆尖锐的鼻子用于捕捉水果、花粉和花蜜等食物。最小的蝙蝠是凹脸蝠，也称为大黄蜂蝙蝠或雄蜂蝙蝠，于1973年发现于泰国西部，身长约3厘米，重量不到2克。它们分布于泰国西部和缅甸东南部中，以昆虫为食。口鼻部略似猪鼻无鼻叶，耳大而有隆起的耳平无尾，是正在消失的物种之一。蝙蝠生活在世界各地，从热带雨林到沙漠、草原和城市都有它们的身影。有些蝙蝠种类会迁徙，例如北美洲的墨西哥自由尾蝠就会每年从加拿大迁徙到墨西哥。最罕见的蝙蝠之一是科摩多巨蝠或科摩多岛果蝠，这种蝙蝠仅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科摩多岛。
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科摩多巨蝠身长约30厘米，翼展可达 1.5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食果蝠之一。它们的生境主要是热带雨林，以水果为主食。科摩多巨蝠的数量非常稀少，据估计只有不到1000只。另一个罕见的蝙蝠种类是 Myatis nimbensis， 于2018年初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实地调查的科学家发现的新橙色蝙蝠物种，而以它们的栖息地几内亚宁巴山命名。这项新研究发表在 American Museum Novations 杂志上。常见的蝙蝠包括吸血蝙蝠、食虫蝙蝠、果蝠等。吸血蝙蝠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它们通常吃动物的血液，包括牛、猪和鸟类等。食虫蝙蝠主要吃昆虫，分布于全球各地。果蝠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蝙蝠之一，主要以水果和花蜜为食。它们生活在许多地区的热带雨林中，也在城市附近的公园和花园中常见。大多数蝙蝠都是无害的，只有少数种类的蝙蝠携带病原体。相比其他哺乳动物，蝙蝠的免疫系统具有独特的适应性和强大的抗病能力。尽管蝙蝠飞行时会产生大量自由基，但它们的免疫系统能够抵御这些自由基对细胞和基因的损害。此外，蝙蝠还能够抵御病原体感染，包括病毒、细菌和真菌等。研究表明，蝙蝠能够通过控制免疫反应的强度和时机，防止炎症反应过度、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并有利于其抗击病原体。蝙蝠的免疫系统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称为单链抗体。这种抗体只包含一个抗原结合位点，与其他哺乳动物的抗体不同，它可以提供高度的特异性和亲和力。单链抗体的产生需要蝙蝠特有的基因重组和变异机制。这种抗体在医疗和生物技术领域提供借鉴和启示。虽然蝙蝠不会感染病原体，但它们仍然可以携带病原体并将其传播给其他动物，尤其是当它们感到威胁或受到惊吓时，可能会发起攻击。因此，与野生动物接触时应当保持警惕，不要接近或尝试接触野生动物。蝙蝠的生活规律与其所居住的环境和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大多数蝙蝠是社交性动物，蝙蝠群的规模和组成因种类而异，有的蝙蝠群只有几只个体，而有些蝙蝠群则可以有数千只。蝙蝠群落可以包括同一物种或多个物种，而这些群落中的蝙蝠通常会相互交流和合作，例如通过声音、气味和触觉等方式，以及协作寻找食物和育儿。再者，蝙蝠还会相互梳理、照看幼崽等等。有趣小知识，蝙蝠是倒着睡觉的，这更容易从休息状态到飞行状态的转换。蝙蝠在休息时可以利用重力快速地打开翅膀，立即起飞，这对于抓捕猎物和逃脱掠食者的攻击的蝙蝠而言非常重要。另外，倒着睡觉也可以让蝙蝠更好地保持体温，因为蝙蝠通常生活在温带和热带地区，有些物种会在冬天降温期间进入冬眠状态。蝙蝠的身体更紧贴着树干或洞壁，可以保持温暖，并且降低能量消耗。